小叔子结婚第2天，弟媳就开口问我要75万，我彩礼20万，嫂子你彩礼1万，那是你廉价，你自愿的，所以你休想让公婆补你彩礼。另外，公婆给你们做了15年保姆，工资150万，属于兄弟俩共同财产，有我们75万，这个钱你要给我。暮雪啊，其实这些年都是你大嫂照顾我们的。妈，你太偏心了，你居然帮着他说话，这日子过不下去了，离婚，我现在就要跟你离婚。我要离婚。老婆，咱家不缺这点钱，给弟妹吧。这个家不用分了，我离婚。喂，你好，我这儿有套婚房要卖。你神经病啊！凭什么卖我房子？你敢卖我房子试试？老婆，你说什么气话呢？弟妹年纪小，刚进家门，咱就当自己的妹妹疼，好不好？你在床上疼她，我都没意见，但别扯上我。我卖的房子是我买的，我有这个资格卖。你胡说什么？林佳慧，我叫你一声嫂子是尊重你，你说的是人话吗？这就是你嘴里的好嫂子，结婚第2天就造我黄谣。嫂子，你胡说八道什么？你这不明显让一家人不和吗？你干嘛这样对我媳妇儿？嫂子，你别抽风了，行不行？佳慧，你是做大嫂的，得有做大嫂的样子，可不能乱说这话。暮雪刚进门，你就让家里闹成这样，不合适。我闹的，就是你！我提分家，你看占不到便宜就闹离婚，用龌龊手段占便宜。你结婚15年，孩子14岁，不都是公婆给你带大的？如果公婆不给你带孩子，你肯定得请保姆。15年我按150万算，已经算是亲情价了。做人得讲道理，如果公婆出去做保姆赚的绝对不止这150万，我只要1半，我有错吗？弟妹，你没错，别哭了。你嫂子今天心情不好，你别跟她一般计较。走，大哥请你们吃海参鲍鱼，算是给你赔不是。我知道你不想去，那你就在家冷静冷静。家，这还算是家？15年的真心换来的就是这样。我不知道沈暮雪知不知道，这些年是我养大了小叔子，也不知道他知不知道给他的彩礼和婚房都是我这个嫂子出钱。但周家人个个门清，是我这个做嫂子的成了这个破烂家的顶梁柱。结婚后第3个月，公公有了腿疾，时常腰痛，没办法继续工作，就辞职在家养着。那一年小叔子才7岁，刚上小学1年级。不识字的婆婆起先让我在家备孕和带小叔子，她去找了个洗碗的活，3天不到跟同事吵架，误把人推伤，1分钱没赚，还赔了5000医药费，医药费还是我赔的。从那后她没再找过工作，就在家照顾公公和他儿子。我和周鹏出去上班，每个月雷打不动给婆婆5000块钱生活费作为一家人的支出，甚至小叔子作业都是我辅导的。这些年公公的医药费、厚厚的医达也是我出的。周鹏工资这些年一直没起色，从4000块涨到6500就没再涨过。而我婚后第2年就改行做销售，月月销冠，他的工资压根支撑不起这么大一家子。小叔子成绩不好，从小到大的补课费，甚至是大学学费都是我这个嫂子出的。他刚大学毕业就要跟沈暮雪结婚，公婆拿不出彩礼和房子，天天愁得要死，在我面前哭了一次又一次。我当小叔子是亲弟弟，给全款买了2居室，又掏了20万彩礼。这些年婆婆确实帮我带孩子了，但我对这个家的付出早就覆盖了她帮我带孩子的恩情。我以为他们会念我的好，没想到新媳妇一进门，全家白眼狼的尾巴露出来了。看着这个住了5年充满烟火气息的家，窗户上贴着的新居入伙几个字还清晰着。5年前我全款买了这套房子，一家人才从城中村的狭小破旧的2居室搬到这个大平层。现在他们不配住这么好的房子，他们只配住城中村的破房子。我拿出手机给中介发，我还有套大平层要卖。刚发完信息，手机上方弹出银行提示短信，您尾号6028的卡转出75万整，这张卡是我给儿子存的教育基金，共100万。周鹏知道密码，我气得手抖，立即给周鹏打电话，立马把钱要回来，不然我报警起诉了。大哥比大嫂好100倍。电话里传来沈暮雪美滋滋的感谢声。不过大哥，你要管管大嫂，别让她养成占便宜的习惯了。周鹏压低声音嗔我：我们一家人在外面吃饭呢，别闹了，等我回去说。
他没给我说话的机会，挂了电话，再打过去关机了。我气血翻涌，默默深吸一口气，让自己冷静下来，去找了做律师的大学舍友，让他帮我走财产保全流程。办完事回到家已经晚上9点，刚走到玄关处，就听到沈暮雪高兴说：“谢谢大哥给我们赞助了5万新婚旅游基金，大哥真好，谢谢啦。”谢什么？都是一家人。周鹏笑得大方，见我回来了，沈暮雪收起了笑容，勉为其难没黑脸。他拉周远胳膊：“老公，不早了，咱们回家睡觉。”我挡住沈暮雪的道，提醒他：“周鹏给你的钱没经过我允许，我是可以起诉要回的。”沈暮雪脸色刷的一下难看了。大哥，嫂子这是什么意思？周鹏走过来拉我胳膊劝，在他没开口前，我甩开他，郑重其事提醒沈暮雪：“在你们出去旅游前，从我的房子里搬出去。”沈暮雪火气一下就上来了：“我知道房子是你买的，本来就该你买，爸妈就因为给你带孩子，照顾你们吃喝拉撒，才没办法赚钱给周远买房子的。你出这个钱天经地义，房本上是周远的名字，你不怕坐牢的话，你去卖啊！”我唇边扬起讥讽的弧度，视线转向周远，到嘴边的话还没说出口，就被周鹏硬拉回房间了。周鹏把我摁在床边坐着：“我求你了，咱弟才刚结婚，你平时也是最疼他的，咱们为他付出那么多，就别计较这一点了，一家人和和睦睦的，好吗？”原来他也知道我为这个家付出这么多，我看着他理所当然希望我大度的眼神，一瞬间半个字我都懒得跟他吵了。手边手机亮屏，是周远发来的信息：“大嫂，你对我的好我一直记在心里，希望大嫂消消气，我旅游回来给嫂子带礼物。”看吧，你的好我们家人心里都有数，咱弟记着你的好呢，咱们跟自己弟弟妹妹的就别计较那么多了。我心里泛起冷笑，这是从我身上割20斤肉走，还回来1颗芝麻粒。公婆一直在我们门口看着，见我没发飙也没吭声，以为我消气了，又开始以前诉苦那套，从生周鹏难产到生周远月子里没吃上1斤肉，为了这个家他吃了多少苦，流了多少泪。他说那么多不过是希望我能心软，继续做到长嫂如母，爱他小儿子。说到最后他自然提出，等周远新婚旅游回来，把房子过户了，都是一家人，就不要分你的我的了。这套房子之前去过户过，但那天我突发阑尾炎耽误了，后来就临近过年，房产局放假，周远结婚等等事，拖到现在都没过户，看来是老天爷在帮我。公婆以为我沉默是答应了，都松了口气回屋睡觉。第二天，周远和沈暮雪要在去旅游前请娘家人过来吃饭，公婆把沈暮雪娘家人都叫到我家来了，婆婆自然吩咐我：“佳慧，今天的菜要做2个口味，小孩不能吃辣。”以前家里但凡来客人或是逢年过节都是我下厨，她跟我说话的语气就跟吩咐丫鬟一样。我没什么情绪，拿着公文包往外走，当婆婆是空气。周鹏怕婆婆丢面，忙打圆场：“佳慧今天有重要的会议，实在抽不开身，她让我招呼大家去刘荣记吃。”刘荣记人均5000的高档餐厅，光是一瓶可乐就要88块，我倒要看看他拿什么付钱。2个小时后，周鹏电话打来了：“老婆，我要刷28万，卡怎么刷不了？”我的卡以后你都没资格刷了。你又闹什么？今天是出于待客之道，别不懂人情世故好吗？周鹏，我父母活着的时候可从来没得到你们周家半分待客之道的热情。有一年我爸妈来了，我在出差，你爸妈用萝卜干稀饭招待的我父母，你是怎么说的呢？你说都是一家人，才没注意礼节。如今你们是怎么对沈暮雪家人的？一顿饭28万啊，而我父母连你们家一顿28块的饭都没吃过啊！大哥，你好了吗？你跟大嫂说了我们全要旅游的事儿了吗？我心里一咯噔，才知道他们全家都要去旅游的事。而昨晚他明明听到我给儿子预约了割痔疮手术，我的心再次一寸寸凉了下去。你别小肚鸡肠了，我不用你的卡了，我先用我自己的信用卡。对了，我带爸妈跟弟妹他们一起去旅游。这段时间你好好冷静，我希望我们回来后不用再看你的冷脸。我声音冷了几分道：“不会了。”他松了口气，误以为我听劝了，挂电话。我在沈暮雪的朋友圈看到他秀了一张照，照片上他娘家爸妈哥嫂还有公婆和周鹏一群人在飞机上很开心的合照。我握着手机的指腹泛白，冷静下来，去了物业，拿出房产证，请了搬家公司，把沈暮雪婚房里所有的东西都清理送回城中村的老房子。对于我们现在住的那套大平层也是这样的做法。3天后，大平层卖给了同事，小两居卖给了中介找的买家，请假陪儿子做手术。在儿子出院那天，
天，我接到了沈暮雪急哭的电话。大嫂，你什么意思啊？为什么把大哥电话拉黑？现在我们2家人全部滞留国外了，大哥的卡用不了，我们又没带卡，你赶紧想办法把你那张境外卡恢复了。我幸灾乐祸通知他，沈暮雪，你问问你大哥和你老公没收到法院信息吗？对了，告诉你一声，给你们住的那个婚房已经被我卖了，你们能不能回来我可不管。林佳慧。电话那头沈暮雪的尖叫几乎要刺破耳膜，尖锐怨毒，带着被戳破所有体面的恼羞成怒。你凭什么卖我房子？你要是真卖了，我不会让你好过。我靠在医院走廊微凉的墙壁上，看着身边刚做完手术，脸色还有些苍白的儿子，唇角勾起一抹极淡极冷的嗤笑，声音平静的没有一丝波澜。就凭你还是先想想你们一群人怎么回来吧。说完，我直接按下挂断键，将那刺耳的咒骂隔绝在外，顺手把沈暮雪、周远、公婆的号码一并拉进黑名单。我缓缓转过身，看到儿子心事重重的脸，我心头一紧，终究要让他失去一个完整的家了。妈，我能理解你，也会选你。他很认真地看着我，在我要开口跟他解释我为什么执意离婚时，他先表明了立场。我鼻子一酸，眼泪翻涌，被全家蹬鼻子上脸欺负时，我没掉一滴眼泪，唯独听到儿子那句我理解你，也选你时，我像冰山融化般，所有的委屈不甘都在儿子的理解下慢慢被稀释。他走近我2步，拥抱住我，我长大了，有什么你可以跟我说，我是你儿子，我可以靠得住。儿子的怀抱让我眼泪掉得更汹涌了。这个已经有1.7米的儿子，像个大人一样，在慢慢疗愈我千疮百孔的心。他也是我在这段婚姻里唯一也是最好的礼物。我擦掉眼泪，振奋地拍了拍他2臂，现在就开启只有我们母子的新生活。走，妈妈带你回我们的新家。他点了点头，我带他回到我临时租的2居室。这套房子是我提前租好的，地段安静，离儿子学校近。在法院没判离婚前，我不想买房子。儿子休养了几天，身体恢复得很快，正常回学校上课，我也正常上班。距离开庭还有1个月时，沈暮雪他们一群人终于回到国内了。沈暮雪先回到婚房，发现家里原本深灰的门被换成了米白色，密码锁也换成了指纹锁。他跟周远都晴天霹雳，从新房主那确定我把房子卖了，他气冲冲去我家找我算账，到门口才发现婆婆坐在地上嚎啕大哭，公公气得靠墙捂着要心梗的胸口，周鹏急躁的一直在打电话。他才知道我不光把那套婚房卖了，还把现在住的大平层也卖了。沈暮雪从进公司门就以受害者的样子边哭边说，林佳慧，你出来，我当你是亲嫂子，你趁着我们出去旅游偷偷把我们的房子卖了，让我无家可归，你为什么要这样对我？你眼里还有王法吗？婆婆跟在她身边一道哭着，哪有儿媳妇一声不吭把家卖了的？佳慧，你怎么干出这么不是人干的事？原本寂静的办公环境引起了轩然大波，像几滴清水注入滚烫的油锅里。我从办公室出来，所有同事异样的眼神投注在我身上。林佳慧，你说你凭什么卖我房子？我要报警抓你！沈暮雪最快一个冲到我面前，剑拔弩张的扬起手要扇我时，我先快准狠给了他一巴掌。凭那是我的房子，我卖我自己的房子，轮不到你一个外人干涉。沈暮雪脸被打偏，气红的脸上清晰印着巴掌印，他疯了似的还手时被公司安保拦住了。周远护着他媳妇，呵斥我，嫂子你怎么能打暮雪？佳慧别闹了，闹大了，你脸上有光吗？周鹏黑着脸拉下我胳膊，又压低声音，用只有2个人能听到的声音劝我，你不喜欢我请他们旅游，我下次不请就是了。好了，都是一家人，抬头不见低头见的，这个事是你做的不对，你给弟妹2口子赔个不是，刚好他们之前住的那小2居有点小了，咱们重新给他们换个3居室的，这个事就过去了。他只顾着说，完全没看到我冷漠如冰山。我甩开他的手，故意提高音量，没有咱，只有你。周鹏，你没收到法院信息吗？我已经起诉离婚了。他脸色骤然难看，再次拽了下我胳膊，闹什么？不嫌丢人现眼啊？他语气里的不耐在警醒我不要给脸不要脸。你为儿子考虑了吗？多大年纪了？我告诉你，我同意离婚。婆婆冲上前拉下我另外一个胳膊，不可置信盯着我指责，佳慧，你抽什么风啊？好好的日子你不过，你到底要闹哪样啊？公公唉声叹气，小远结婚了你就开始闹，你就这么见不得你小叔子2口子好啊？还把家里房子卖了要离婚，你脑子里到底装了什么？沈暮雪情绪更激动了，脖子伸得老长，指着我鼻梁骂，林佳慧，你就是个大变态，你肯定是看上我老公了，想兄弟俩都围着你转，你就费尽心思让我俩不好过。周远拉扯他胳膊，涉及到他名誉问题，他没当缩头乌龟了。老婆别胡说，嫂子比我大那么多，不可能存在那种事。我没脑，很冷静地面对这一幕，也早有心理准备，你们要是来吵架的，我可不奉陪。转头吩咐公司安保报警。沈暮雪气的声音拔尖，你还报警？要报警的我，你偷卖我房子，违法不道德的是你，看警察来了抓谁？我觉得好笑的笑了笑，你的房子？你哪来的房子？你们的婚房是我出的，不错，我原本是打算给你们小2口的。我恨意在心里翻涌，视线挨个看向婆家人。
人，但你们全都是白眼狼。既然我掏心掏肺对你们好，换不来一丝真心，那我便收回真心，从此跟你们一家人彻底断绝关系。什么意思？房子没过户？沈暮雪眼底一惊，盯着周远要答案。从周远的表情上，他确定房子没过户后，瞬间炸了，威胁周远：周远，我告诉你，要是没房子，我跟你离婚。周远慌了，握着他双胳膊哄：老婆，你给我点时间，不会没房子的。我讥讽他：你去哪弄房子？就连你们结婚的彩礼都是我出的。周远，我可是把你当亲弟弟疼啊，你是怎么对我的呢？周远脸色有点难堪，好声好气跟我说：嫂子，你对我的好我一直记着呢。我没想到嫂子会突然生这么大气，她可真够会装无辜。你没想到？我目光讥讽在他们夫妻俩身上来回看。你默认沈暮雪问我要75万保姆工资，这就叫你念我的好？你从小到大吃我的喝我的住我的，学费我出，连作业都是我辅导的，包括你结婚彩礼房子都是我这个大嫂给你操办的。我食指戳了戳胸口，提到以前全心全意的付出，我就恨得牙痒痒。可你呢？结婚第2天跟你媳妇问我要75万保姆费，说你爸妈伺候我了，给我带孩子了，就该把保姆工资给他一半。你没有良心，不顾天理。既然如此，我也没有什么好留情的了。周远往我面前走一步，嫂子，你听我给你解释。他自知理亏，想给自己找回点颜面。沈暮雪拽了下他胳膊往后拉，吹鼻子瞪眼的：我结婚了，房子就是我的，我只知道一个理，公婆这些年给你带孩子了，你把二老当保姆用，就该出这笔工资。如果不给你带孩子，公婆出去打工，早给周远买好大婚房了。你占用了公婆的劳动力，给周远买婚房，那是你该付出工资的一部分。他越说越气，朝四周看了眼，刻意提高嗓音：但凡有良心的嫂子，早给小叔子安排大点的房子，最次也是3居室。他手指着我：谁像他这个周扒皮啊？我老公和公婆老是被他欺负，占便宜惯了，我可不好欺负。他试图用舆论来压我，让我在同事面前颜面尽失。然而我是销冠，在公司里老板都要看我脸色，哪有同事敢议论？我往婆婆面前走了一步，看了她和公公一眼，目光定在她眼睛上。您说，自从我跟周远结婚15年来，这15年你是给我做保姆的吗？婆婆捂着胸口后退一步，一副痛心又寒心的样子。佳慧，这15年给你带孩子，我是心甘情愿的，可这15年我没办法赚钱也是事实，手心手背都是肉。你也是有儿子的人，理解下2个儿子的难好吗？农夫与蛇的具象化此刻在我身上显现的淋漓尽致。我看向公公，你也是这样认为的？本来这就是事实，你非得逼死我和你妈，闹得全家都不开心吗？公公脸色黑了又黑。那好，你们是保姆，给我带孩子的保姆，那咱们今天就来算算这笔账。听到算账2字，周鹏急了，扯了下我胳膊：佳慧，有意思吗？一家人算什么账？他这么紧张，是因为他比任何人都清楚，这些年这个家的开支基本靠我在顶着，谁跟你是一家人？甩开他手的那一瞬，我顺手给了他一巴掌。你是耳聋了还是智障了？我最后跟你说一遍，这个婚离定了。在周鹏发猛时，婆婆心疼的上前护着：你敢打我儿子，打的就是他，怎么了？这一巴掌让我心情舒畅了几分。警察赶到，对我们进行调解。我还是那句话，算账，看看这些年到底谁占便宜了。我看向公公，你这15年没工作，是因为你不是这病就是那个病，压根找不到工作，每个月都要喝中药，每年都往医院跑，次数数都数不过来，医药费全是我出的，全有票据，平均每年医药费8万。沈暮雪讥笑：爸吃的是金子啊，呵呵，你看我们都像傻子嘛。我吩咐助理，你去我家，书柜下面有个柜子，里面有2袋包发票账单，辛苦帮我拿来。新租的房子离我公司也就5分钟通勤。我把钥匙给助理，助理立马去了。是不是真的都有据可查？我看向婆婆，你没工作，那是因为你找不到工作，你吃不了工作的苦，就唯一一次找了洗碗工，还把人推伤了。那5000块钱的医药费还是我帮你赔的。你在家照顾你老伴的同时，还有你儿子，最后才是顺带帮我带孩子。怎么能说帮我带孩子呢？我儿子不是你儿子的孩子吗？每个月我给了你5000生活费，除此外，你儿子从小学到大学毕业的学费都是我出的。这些年周远补课费都花了10几万，最近几年生活好了，我儿子也大了，但我每个月给你的生活费可是涨到了8000。谁家的保姆有这些待遇？公婆脸色难看的发白。那我这不是没办法吗？我们都是一家人，你计较这么多干什么？婆婆还用那套歪理洗脑我，一直付出的人是我，现在我不愿意付出，不愿意吃亏就成计较了。助理小姑娘气喘吁吁抱着2大袋发票账单回来，我把里面的账单全倒在桌面上，盯周家每一个人的脸。这些账单都是医药费，而周鹏这些年的工资，前10年4500，后5年6000，根本不够一家人的开销。沈暮雪，你不是做会计的吗？
核算这些账目对你来说不难吧？沈暮雪被我锐利眼光盯得浑身不自在，眼底闪过一片心虚。吃瓜的同事为我打抱不平，这家人太没良心了，林总真是太好心了。如果是我早跑了，根本做不到林总这样，一家都是白眼狼，有什么脸问林总要75万保姆费啊？难怪林总这些年这么拼，每个月都是销冠，原来是男人没用靠不上。周家人的脸色一个比一个难看。周鹏意识到我来真的，放低姿态对我说软话：老婆，你这么多年对这个家的付出，我都看在眼里，也心存感激。这次是我不好，我给你道歉，以后绝对不会有这种情况出现了，好吗？公公跟着表态，这么多年你辛苦了，我心里都是知道的。好儿媳妇，咱一家人有什么事说开就行了，别放心上。对啊，儿媳妇，你别记仇，这么多年我对你可满意了。婆婆往我身边靠近，伸出手想扶我胳膊，我退后2步，保持距离，声音跟冷的跟冰似的。我不需要你们的道歉，只希望你们这家人离我远远的。嫂子，这个事都是我的错，是我没跟暮雪说清楚，所以她才……周远慌的语气带哭音。嫂子，你别跟我们计较好不好？给我一次改正的机会好不好？他胳膊肘倒了下沈暮雪，示意他给我赔不是。沈暮雪没有低头，还是理直气壮那副做派。这些都是你们家的事，那时候我还没嫁进来，我知道他这样不讲理的人，只能跟他动法。我说，我知道你会这样说，周鹏转你的75万，我已经起诉了，法律会让你还，我无需跟你废话。就算你不还，周鹏给你们花的那些钱，就算是离婚所得费了。沈暮雪气鼓鼓的对警察提出，我家里没人，他就把我房子里所有东西清理出去。他手指着我房子里有贵重东西，家具家电都是牌子的，我现在让他赔，我早就留了后手。掏出手机打开录像，这是搬家一镜到底的视频，有警方和物业在场，你们的东西都被放回老房子那了，少不了。沈暮雪没想到我留了一手，气得脸一会白一会红的。公婆再次卑微跟道歉，我打断他们，你们不是知道错，你们只是怕失去我这个取款机而已。对了，儿子也知道这个事了，他选择跟我该说的都是说了，法庭见吧。公公听到他大孙子选择跟我时，急火攻心，就急复发，倒在地上。周鹏、周远两兄弟慌的第一时间打了120，救护车来把公公抬上急救车。婆婆吓得掉眼泪，手足无措的握住我的手。佳慧，以前你爸做手术都是你跑前跑后的，我知道他想我这次也一道跟去。离婚案子快开庭了，你们家的事跟我没关系了。话落，我吩咐助理，下午不是有客户要见吗？周鹏拉住我胳膊，我爸生死未卜，我1分钱没有，非得这么绝情吗？我顿住，冷冷的扫了眼握着我胳膊的手，抬眸看向沈暮雪，你是没钱？沈暮雪，那不是有你转的75万吗？他终于想起了这个事。我跟助理走了，他们忙着救人，没心思缠着我。走出客户公司时已经是傍晚，我给儿子买了他爱吃的草莓蛋糕，慢悠悠的往出租屋走。推开门，儿子正坐在书桌前写作业，桌上放着一杯温好的牛奶，显然是他自己弄的。妈，你回来了。儿子抬起头，脸上露出笑容，起身接过我手里的蛋糕。今天这么顺利吗？看你心情不错。我揉了揉他的头发，心里暖意涌动。顺利，快写完作业，咱们吃蛋糕。晚饭时，儿子犹豫了一下，还是开口问，妈，爷爷他没事吧？我放下筷子，看着他清澈的眼睛，没有隐瞒，应该没事，你叔叔和爸爸会照顾他的，以后我们过好自己的日子就好，不用再为他们操心。儿子点了点头，夹了一块蛋糕放在我碗里，妈，我知道，以后我会好好努力，不让你再受委屈。那一晚我睡得很安稳，没有梦到周家的鸡飞狗跳，也没有梦到那些年的委屈付出，这是15年来我第一次睡得如此踏实。而另一边，医院里一片混乱，公公被送进急救室后，周鹏和周远急得团团转，沈暮雪站在一旁，脸色难看，嘴里还不停抱怨，都怪你大嫂，要是她不闹，爸也不会气成这样。现在好了，医药费都不知道去哪凑。周远心烦意乱，忍不住吼了他一句，你少说2句，要是你不提出分家，不跟大嫂要那75万，能闹到今天这个地步吗？沈暮雪愣了一下，随即哭了起来，我还不是为了我们这个家，我彩礼20万，房子是大嫂买的，可她随时能收回去，我能不着急吗？我只是想给自己留个保障，有错吗？周鹏叹了口气，疲惫地靠在墙上，保障不是靠抢来的，是靠自己挣来的。以前大嫂把什么都给我们安排好了，我们习惯了依赖她，现在她走了，我们才知道自己有多没用。急救室的门开了，医生走出来说公公是急性心梗，幸好送医及时，保住了性命，但需要长期住院治疗，后续的医药费是一笔不小的开支。周鹏和周远面面相觑，两人身上加起来也不到1万块钱。周鹏想起沈暮雪手里的75万，硬着头皮开口，暮雪，爸的医药费能不能先从那75万里拿出来一点，等以后我们有钱了再还你。沈暮雪脸色一沉，往后退了一步，不行，那是我的钱，是大哥给我的，跟你们周家没关系，公公的医药费应该由大哥承担，谁让他是老大？你怎么能这么说？周远急了，那是我爸，也是你公公，你就眼睁睁看着他躺在病床上不管不顾吗？我不管。沈暮雪态度坚决，我嫁给你是想过好日子的，不是来给你们家
家填窟窿的。这75万是我唯一的保障，我绝对不会拿出来。两人吵了起来，声音越来越大，引来不少医护人员和病人家属的围观。婆婆站在一旁，一边哭一边劝，却根本劝不住。周鹏看着眼前的一切，只觉得心灰意冷。他终于明白林佳慧这些年到底承受了多少。无奈之下，周鹏只能给亲戚朋友打电话借钱，可以前他们总是依赖林佳慧，跟亲戚朋友来往很少，大多人都不愿意借钱给他们。折腾了一晚上，也只借到了2万块钱，连住院押金都不够。第二天一早，周鹏又给林佳慧打电话，电话响了很久才被接起。林佳慧的声音依旧冷淡：“有事吗？佳慧，求你了。”周鹏的声音带着哀求：“爸还在医院，急需医药费，我实在借不到钱了，你能不能先借我一点？等我以后有钱了，一定还你。”我握着手机，听着他卑微的哀求，心里没有一丝波澜。想起当年我父母来周家，他们用萝卜干稀饭招待；想起我生病住院，他们连一句关心的话都没有；想起沈慕雪上门挑衅，他们不分青红皂白就指责我。这些画面像一根根针扎在我心上，早已麻木。周鹏，我一字一顿地说，我们之间早就两清了，你爸的医药费跟我没有关系，你自己想办法。还有离婚官司开庭的时间，我已经让律师通知你了，希望你准时到场。说完，我直接挂了电话，拉黑了他的号码。从今往后，周家的一切都与我无关。接下来的几天，我一边正常工作，一边陪儿子，偶尔和律师沟通离婚官司的细节。律师告诉我，周鹏名下没有任何财产，家里的2套房子都是我全款购买，且没有过户，属于我的个人财产，离婚时不需要分割。周鹏转给沈慕雪的75万属于夫妻共同财产，我有权追回。律师已经提交了相关证据，胜诉的可能性很大。而周家那边依旧一团糟，公公住院需要医药费，沈慕雪坚决不肯拿出那75万。周远和沈慕雪天天吵架，婆媳之间也矛盾不断。婆婆没办法，只能拖着年迈的身体去工地打零工，每天干10几个小时，累得直不起腰，也只能挣一点微薄的工资，根本不够公公的医药费。周远看着母亲辛苦的样子，心里很不是滋味，再次跟沈慕雪商量，让她拿出一点钱，可沈慕雪依旧不肯，还提出了离婚。周远，我跟你过不下去了，没有房子，没有钱，还要承担你家的烂摊子，我不干了，这婚我离定了。周远也累了，这些天的争吵和压力让他彻底看清了沈慕雪的真面目。他点了点头，好，离婚，但你要把大哥转给你的75万还回来，那是大哥和大嫂的夫妻共同财产，不是你的。沈慕雪一听急了，那钱是大哥自愿给我的，凭什么要还回去？我不还，你不还也得还。周远的语气很坚决，就算闹到法院，我也会把钱要回来，给爸治病，也还给大嫂。这些年大嫂为我们家付出了太多，我们不能再对不起她了。两人为此闹上了法庭。沈慕雪坚持认为那75万是周鹏自愿赠与她的，而周远则提交了相关证据，证明那笔钱是周鹏未经林佳慧同意擅自转出的夫妻共同财产。最终法院判决沈慕雪返还75万，两人离婚。沈慕雪净身出户，因为她没有任何婚前财产，婚后也没有为家庭付出过什么。沈慕雪不服判决，上诉了几次，可证据确凿，每次都被驳回。最后她只能灰溜溜地离开了这座城市，临走前还不忘骂周远和周家没良心，却从来没有反思过自己的问题。沈慕雪走后，周远拿着追回的75万，先支付了公公的医药费，剩下的钱他存了起来，打算以后慢慢还给林佳慧。他去找过林佳慧几次，都被林佳慧拒绝了。林佳慧说，那笔钱是我起诉追回的，跟你没关系，你不用还我，好好照顾你爸和你妈吧。周远知道林佳慧是真的不想再和周家有任何牵扯，他只能默默离开，心里充满了愧疚和悔恨。他开始找工作，每天起早贪黑，努力赚钱，一边照顾住院的公公，一边照顾年迈的婆婆，慢慢学会了承担责任。他终于明白以前的自己有多自私，有多不懂事。那些年林佳慧为他付出的一切，他这辈子都偿还不清。离婚开庭的日子越来越近，周鹏突然主动联系我，语气卑微地说，佳慧，我们能不能谈谈关于离婚的事，还有儿子的抚养权？我犹豫了一下，还是答应了。我知道有些事情终究是要面对的。我们约在了一家安静的咖啡馆，见面的时候我几乎认不出周鹏了，他瘦了很多，头发乱糟糟的，眼神疲惫，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外套，再也没有了以前的意气风发，整个人看起来苍老了好几岁。周鹏看着我，眼神里满是愧疚和羡慕。佳慧，我知道我对不起你，这些年是我伤害了你，我也知道我没有资格再要求你什么，但我还是想求你把儿子的抚养权给我，他是我周家的根，是我唯一的希望，我不能没有他。听到他的话，我忍不住笑了，笑得有些讽刺。周鹏，你现在想起儿子了？你当初偏袒沈慕雪，无视我和儿子的感受，把我给儿子存的教育基金转给沈慕雪的时候，怎么没想过儿子？你父亲生病，你只顾着求我出钱，怎么没想过儿子？你一家人欺负我的时候，怎么没想过儿子？我的话像一把尖刀，刺得周鹏哑口无言。他低着头，肩膀微微颤抖，声音哽咽地说，我知道我错了，我真的错了，我那时候鬼迷心窍，被猪油蒙了心，才会做出那些伤害你和儿子的事。佳慧，我求
求你再给我一次机会，我一定会好好照顾儿子，一定会好好弥补你们，好不好？机会？我摇了摇头，眼神坚定。周鹏，我给过你无数次机会，是你自己不珍惜。你觉得你现在这个样子有能力照顾好儿子吗？你没有工作，没有收入，家里还有一个需要长期休养的父亲，还有一个胡搅蛮缠的弟媳，你连自己都养活不了，怎么养活儿子？你能给儿子好的生活，好的教育吗？我顿了顿，继续说道，儿子已经14岁了，他有自己的想法和判断，他选择跟我，这是他的意愿。这些年，你从来没有尽过一个父亲的责任，没有陪他吃过一顿饭，没有辅导过他一次作业，没有关心过他的喜怒哀乐。你现在说要照顾他，你觉得你配吗？周鹏抬起头，眼里满是泪水，语气急切地说，我可以找工作，我可以努力赚钱，我可以给儿子好的生活。佳慧，求你了，把儿子还给我，我不能没有他。你别做梦了。我语气冰冷，儿子是我一手带大的，我不会把他交给你的。法庭上我会拿出所有的证据，证明你没有能力抚养儿子，证明儿子跟我在一起才能得到更好的生活和教育。周鹏见我态度坚决，知道自己没有希望了，突然变得激动起来。林佳慧，你别太绝情，儿子也是我的儿子，我有权利争取他的抚养权。你要是不把儿子给我，我就跟你耗到底，我让你也不好过。看着他歇斯底里的样子，我心里没有一丝波澜，反而觉得无比可笑。周鹏，你以为这样就能威胁到我吗？我告诉你，没用的。我既然敢起诉离婚，就有足够的底气和证据争取到儿子的抚养权。你要是想耗，我奉陪到底，我倒要看看最后是谁输的一败涂地。说完，我站起身，拿起自己的包，转身就走，不再看他一眼。走出咖啡馆，阳光洒在我的身上，我深深吸了一口气，心里一片平静。我知道接下来的抚养权之争或许会很艰难，但我不会退缩。为了儿子，我一定会拼尽全力守护好他的未来。回到家，我把这件事告诉了儿子。儿子抱着我，轻声说，妈，你别担心，我不会跟爸爸走的，我要一直跟你在一起。法庭上，我会告诉法官，我想跟你生活。看着儿子坚定的眼神，我紧紧抱住他，眼泪忍不住掉了下来。儿子，谢谢你，谢谢你一直陪着妈妈，谢谢你理解妈妈。妈，这是我应该做的。儿子轻轻拍着我的背，这些年你为我付出了那么多，我都看在眼里，记在心里。我以后一定会好好努力，好好读书，等我长大了，我保护你，再也不让你受委屈。那一刻，我觉得所有的委屈和付出都是值得的。有儿子在身边，我就有了无穷的力量。为了争取儿子的抚养权，我找了最好的律师，整理了所有的证据，我这些年的工资流水，给儿子存的教育基金证明，儿子的成绩单，我照顾儿子的照片和视频，周鹏没有尽到父亲责任的证据，周家经济困难的证据，还有周鹏转移我财产的证据。最终，法院判决我们离婚，儿子的抚养权归我，周鹏净身出户，不得干涉我和儿子的正常生活。走出法庭的那一刻，我长长的舒了一口气，仿佛卸下了千斤重担，心里无比轻松。儿子在法庭外等我，看到我出来，立马跑了过来，抱住我的胳膊，妈，都结束了吗？我点了点头，笑着摸了摸他的头，都结束了，以后就只有我们母子俩了，我们会越来越好的。儿子用力点头，脸上露出了久违的灿烂笑容，阳光洒在我们身上，温暖而耀眼，仿佛在预示着我们美好的未来。离婚后，我把出租屋退了，用卖房子的钱买了一套3居室的房子，装修成了儿子喜欢的风格，宽敞明亮，温暖舒适。这是我和儿子的新家，没有周家的争吵，没有无尽的付出，只有我们母子俩的温馨和安宁。我依旧在公司做销售，凭借出色的业绩，很快就升为了销售总监，工资翻了好几倍。我不再为了周家委屈自己，学会了爱自己。闲暇的时候，我会陪儿子去公园，去图书馆，陪他吃饭聊天，弥补这些年错过的时光。儿子的成绩也越来越好，性格也变得越来越开朗，不再像以前那样沉默寡言。他常常跟我说，妈，现在的日子真的太幸福了，我希望我们能一直这样下去。而周家那边依旧没有好转，公公出院后需要长期吃药，定期复查，医药费是一笔不小的开支。周元找了一份快递员的工作，每天风里来雨里去，努力赚钱养家。婆婆也找了一份保洁的工作，补贴家用，两人省吃俭用，日子过得很拮据。周鹏离婚后也找了一份工作，在工地上搬砖，虽然辛苦，但也能勉强维持自己的生活。他偶尔会偷偷去学校看儿子，却不敢让我知道，只是远远地看着儿子健康快乐的成长，他心里既欣慰又愧疚。有一次我去学校接儿子放学，刚好碰到了周鹏，他站在不远处，穿着破旧的衣服，手上布满了老茧。看到我和儿子，他下意识地往后退了一步，眼神躲闪。儿子也看到了他，犹豫了一下，还是走了过去，叫了一声爸。周鹏的眼眶瞬间红了，他蹲下来摸了摸儿子的头，声音哽咽，儿子，你还好吗？学习累不累？我很好，学习也不累。儿子说，爸，你也要好好照顾自己。两人聊了几句，周鹏就匆匆离开了。临走前，他看了我一眼，欲言又止，最终还是什么都没说，转身快步走了。我看着他的背影，心里没有恨，也没有怨，只剩下释然。那些年的恩怨情仇，那些年的委屈付出，都随着时间的流逝慢慢淡去。我不再纠结于过去的伤害，也不再抱怨命运的不公，我只想珍惜当下，好
好好生活，好好爱我的儿子。日子一天天过去，我和儿子的生活越来越幸福。我不仅在事业上取得了成功，还收获了真挚的友谊。我的大学舍友，也就是帮我处理离婚官司的律师，常常来看我和儿子，陪我们聊天、吃饭，给我们很多帮助和鼓励。有一次，他跟我说：“佳慧，你真的很坚强，换作是别人，经历了这么多，早就垮了。可你不仅挺过来了，还活得越来越好，真的很不容易。”我笑了笑，不是我坚强，是我没有退路。我还有儿子，我必须坚强起来，为了他，也为了我自己。以前我总是为别人活，为周家活，忽略了自己，忽略了儿子。现在我只想为自己活，为儿子活，好好享受生活。是啊，以前的我太傻太天真，总以为只要我真心付出，就能换来周家的真心对待，总以为长嫂如母，我就该承担起所有的责任，照顾好小叔子，照顾好公婆，包容他们的一切。可我没想到，我的真心换来的却是理所当然的索取和无情的伤害。直到沈暮雪上门挑衅，直到周鹏一次次偏袒他的家人，直到我被他们伤得遍体鳞伤，我才彻底醒悟过来，善良要有锋芒，付出要有底线。不是所有的真心都能换来真心，不是所有的付出都能得到回报。对于那些不懂感恩、得寸进尺的人，与其一味的包容和付出，不如及时止损，斩断枷锁，好好爱自己。几年后，周远突然给我打电话，我犹豫了很久，还是接了。他的声音很平静，带着一丝愧疚：“大嫂，我想跟你说声对不起，这些年真的谢谢你，要是没有你，我可能连大学都念不完，更不可能结婚。以前我太自私，太不懂事，忽略了你的付出，还帮着暮雪伤害你。我知道我错了，我不求你原谅我，只求你能原谅我这一次的无知和愚蠢。”我沉默了很久，缓缓地说：“都过去了，我已经不怪你了。你以后好好照顾你爸和你妈，好好工作，好好生活，不要再像以前那样不懂事了。谢谢大嫂，谢谢大嫂。”周远的声音带着哽咽：“大嫂，我以后一定会好好努力，好好照顾我爸妈，不会再让他们受委屈，也不会再给你添麻烦。要是你和侄子有什么困难，你随时可以找我，我一定尽力帮忙。”“好，我知道了。”说完，我挂了电话。其实我早就不怪周远了，他从小就被公婆宠着，被我惯着，不懂事也情有可原。如今他已经长大了，学会了承担责任，学会了感恩，这就足够了。后来我从朋友那里得知，周远很努力，工作做得很好，很快就升职加薪了。他把公婆接到了身边，细心照顾，一家人的日子虽然不富裕，但也过得很安稳。周鹏也变了，不再像以前那样好吃懒做，变得踏实肯干，偶尔还会给公公婆婆送点钱和东西，尽自己的一份孝心。我没有再和周家有任何牵扯，只是偶尔从儿子口中得知他们的消息，心里也没有波澜。那些过往的伤害就像一场噩梦，醒来之后一切都回到了正轨。我不再被婚姻束缚，不再被周家的琐事困扰，我有自己的事业，有疼我爱我的儿子，有真挚的友谊，我的生活充满了阳光和希望。儿子中考那年考得很好，考上了市里最好的高中。拿到录取通知书的那天，儿子抱着我激动地哭了：“妈，我做到了，我没有让你失望。”我也哭了，这是幸福的泪水，是欣慰的泪水。我抱着儿子轻声说：“儿子，你真棒，妈就知道你一定可以的，以后你要继续努力，考上自己喜欢的大学，实现自己的梦想，妈永远支持你。”那天晚上，我做了一桌子儿子爱吃的菜，我们母子俩坐在餐桌前，一边吃饭一边聊天，脸上都洋溢着幸福的笑容。窗外的月光洒进来，温柔明亮，照亮了我们的新家，也照亮了我们美好的未来。